你永远想不到，撑起中国新能源汽车荣耀的不是中国芯片，而是美国的良心。就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时，北京的一个决定彻底揭开了中国制造的伤疤，芯片依然是中国的命门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4月底披露，中国政府悄悄给予90%以上的美国汽车芯片豁免关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中国高喊国产替代的同时，现实却是没有美国芯片，中国的汽车，尤其是智能汽车，连1公里都跑不动。这场缺芯危机不仅暴露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短板，也揭示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脆弱地位。以下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场困局的根源与后果。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打响以来，芯片逐渐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。美国凭借在高端芯片领域的绝对优势，牢牢掌控全球汽车产业的命脉。从微控制器到模拟芯片，再到自动驾驶所需的大算力芯片，美国品牌几乎无处不在。根据盖世汽车研究院2023年数据，特斯拉的 FSD 芯片在中国市场销量达120.8万颗，占智能驾驶芯片市场的37%。英伟达 Orin X 芯片销量109.5万颗，占比33.5%。中国新势力车企如理想、小鹏、极客的旗舰车型，普遍依赖英伟达 Orin X 和高通8155、8295芯片。这些芯片不仅是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的核心，更是智能汽车区别于传统汽车的关键。中国车企并非不愿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，而是现实让他们别无选择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国产芯片在性能、稳定性和兼容性上与美国芯片存在显著差距。全球芯片巨头如英伟达、德州仪器、英飞凌不仅提供高性能芯片，还提供完整的生态解决方案，包括驱动、操作系统、算法模型和测试工具链。而中国芯片厂商大多只能提供单一产品，难以满足车企的复杂需求。2024年，中国对90%以上的美国汽车芯片给予关税豁免，这一决定源于车企的集体压力。他们坦言，没有美国芯片，生产线将停摆，智能汽车的愿景也将化为泡影。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差距，更是市场选择的结果。中国车企在全球竞争中不得不向更成熟、更可靠的美国芯片低头。中国芯、强国梦这句口号喊了10年，却未能改变中国芯片产业的弱势地位。过去10年，中国投入数千亿元，试图打造自主芯片产业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累计投入超3000亿元，然而成效却令人失望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24年数据，中国芯片进口总额高达412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0%。这意味着10年的去美化努力非但未能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，反而让依赖程度加深。全球芯片市场中，国产芯片占比不足10%，在智能汽车核心的计算类芯片领域仅为5%。2024年全球汽车芯片创新大会上，新晴科技 CEO 汪凯直言，大算力计算类芯片是中国芯片产业的瓶颈。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依赖这些芯片，而我们几乎完全依赖进口。一辆智能网联汽车需要3000颗芯片，涵盖控制、传感、计算等多个领域，而中国芯片产业远远无法满足这一需求。芯片研发是高投入、长周期的行业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普通芯片设计周期需1.5到2年，汽车芯片因涉及安全问题，测试和验证周期长达2到3年。也就是说，一颗汽车芯片从设计到量产至少需要5年。而在这期间，全球芯片巨头早已推出更先进的产品，中国芯片
始终落后于市场节奏。更关键的是，芯片产业的核心在于生态。英伟达、德州仪器等巨头凭借完整的供应链和生态体系，牢牢占据市场主导地位。而中国芯片企业大多停留在单打独斗的阶段，缺乏系统化的解决方案。一位车企高管坦言，国产芯片稳定性不足，稍有差池就可能导致车辆故障，甚至危及安全。在生命安全面前，车企和消费者都选择了更可靠的进口芯片。中国汽车产业近年来风光无限，2023年出口量超越日本，新能源车和智能汽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贸易战和缺芯危机让这一繁荣景象显得脆弱不堪。智能汽车的核心在于智能，而智能的核心在于芯片。自动驾驶的决策算法、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，都依赖高性能计算芯片。英伟达 Orin X 芯片单颗算力高达254 TOPS， 远超中国任何一款国产芯片。理想 L9、小鹏 G9 等旗舰车型均搭载这一芯片，凸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。相比之下，国产芯片的差距令人尴尬。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国产芯片，在手机领域虽有突破，但在汽车芯片领域仍显稚嫩。2024年，华为 MDC 系列智能驾驶芯片装机量仅占市场 3%， 远不及特斯拉和英伟达。全球芯片供应链紧张加剧，台积电、三星等代工厂优先供应美国和欧洲客户，中国车企频频面临断供风险。一些中小车企甚至因芯片短缺而减产停工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下滑。没有芯片，智能汽车就是一堆废铁。这句业内人士的感慨，点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致命短板。智能汽车的繁荣背后，是对进口芯片的极度依赖，一旦供应链受阻，整个产业将陷入瘫痪。中国投入巨资却难以造出自己的汽车芯片，原因何在？以下3大现实壁垒揭示了问题的本质：技术迭代太快，研发周期跟不上；汽车芯片的设计和量产周期长达3到5年，而全球芯片市场迭代速度极快。英伟达的 Orin X 芯片算力已达254 TOPS， 而中国最先进的国产芯片算力仅为几十 TOPS。 即便中国今天开始研发，最快也要2029年才能量产，而届时全球芯片可能已进入下一代，中国芯片仍将落后。2、安全认证门槛高，国产芯片难以入场。汽车芯片必须通过 ASPICE、ISO 26262、ASILD 等严苛认证，确保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。全球芯片巨头凭借多年积累，轻松通过这些认证，而中国芯片企业大多无法满足要求。即便造出芯片，也难以进入车企供应链，市场认可度极低。3、生态体系缺失，国产芯片孤立无援。芯片产业的竞争不仅是技术，更是生态。英伟达、德州仪器等巨头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，覆盖芯片、驱动、算法和测试工具链，车企可以快速集成。而中国芯片企业往往只能提供单一芯片，缺乏配套生态，车企需自行开发驱动和算法，成本和风险骤增。结果是，国产芯片即便价格低廉，也无人问津。面对美国的卡脖子，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试图自救。2020年以来，国家出台政策加速芯片国产化。工信部提出到2027年，国产芯片在汽车领域使用率达 30%。然而，现实远比目标残酷。首先，技术壁垒难以逾越。高端芯片制程已进入3纳米甚至2纳米，而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仍停留在14纳米，量产能力有限。其次，人才短缺制约发展。
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，2024年中国芯片行业人才缺口超30万人，高端研发人才尤为匮乏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硅谷汇聚全球顶尖专家，技术优势明显。最后，国际制裁进一步加剧困境。美国限制中国采购高端芯片，并禁止 ASML 等公司向中国出口光刻机等关键设备，掐断了中国芯片制造的命脉。尽管华为、中芯国际等企业在低端芯片领域取得一定突破，但高端芯片的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。2024年，比亚迪部分车型搭载国产芯片，但仅限于低端应用，高端智能驾驶芯片仍依赖进口。中国的芯片突围之路依然道阻且长。从全球市场角度看，中国的芯片依赖症不仅拖累了汽车产业，也削弱了其在科技竞争中的地位。智能汽车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，而芯片是制高点的核心。中国的智能汽车产业高度依赖美国芯片，一旦供应链受阻，生产线将停摆，市场份额将流失。更严峻的是，芯片短缺可能影响消费者体验。导航失灵、自动驾驶故障、智能座舱卡顿，这些问题将直接损害中国车企的品牌形象。在全球竞争中，特斯拉、宝马等品牌凭借稳定的芯片供应链占据优势，而中国车企却因缺芯陷入被动。贸易战加剧了这一困境。2023年，美国出台新的芯片出口限制，禁止 AI 芯片和 GPU 出口中国。中国被迫对美国汽车芯片实施关税豁免，以换取供应链的稳定。这种不对等的妥协凸显了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弱势。夜幕下的中国汽车工厂流水线依旧繁忙，但每一辆车背后都隐藏着对进口芯片的依赖。412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额，5%的国产计算芯片占比，90%的美国芯片关税豁免，这些数字无情地揭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软肋。